下界八域中有着3个非常特殊的道统传承，他们分别是补天教、不老山以及宁金门。这3尊大教不仅底蕴深厚，在下界延续了万年的历史，更重要的是，这3尊庞然大物的背后都有上界诸神的影子，他们都是来自上界的传承。正因如此，补天教他们会有很多特权，比如他们能够获得一些上界传授的宝术、宝具。他们宗门内有通往上界的传送法阵，以及大劫到来之时，上界到来的神明会对补天教他们进行特殊的照顾，刻意避开3教的尊者。大劫到来，血屠万里，生灵涂炭，尊者消失近90%，这些其实是对3教之外的势力来说的。对于知晓下界大劫真相，甚至就是大劫参与者的3教，他们在下界大劫中遭受的损失非常有限。八域疆域辽阔，土地广袤到无边无际，里面的势力更是盘中错杂。然而这些宗门大教背后或多或少都有着3教的影子，他们篡夺十国基业，谋求将十国纳入自身势力范围的做法，已经在其他地方上演过无数次。下界八域中被3教夺取根基，成为傀儡的国度宗门不计其数。十国对于3教来说，充其量只能算作2流势力。只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，原本十皇失踪，皇宫护国大阵被毁，夺下十国不过手到擒来的事情，半路却是杀出了一个10号。10号不仅继承了十国皇位，引黄道龙气入体，集一国气运于一身，更是擒下了月禅。月禅在补天教地位极为显赫，他乃是上界派来历练的无暇仙子。如果月禅出了什么事，上界的怒火会让补天教整个宗门坍塌覆灭。为了寻回月禅，补天教尊者伙同宁金门、不老山尊者火急火燎地赶到十国，想要以3位尊者之势逼迫10号交出月禅。见到10号不为所动，3教尊者不顾尊严，使用了极为下作、毒辣的手段。他们以亿万子民做人质，用十国皇都做要挟，逼迫10号出皇宫迎战。好在19皇子及时出现，为10号获得了喘息机会。当10号划破长空，站在3教尊者面前时，他眼神锐利，剑眉紧锁。这一刻，他是真的愤怒了。对于这3位尊者，10号没有丝毫留手的意思。他启动了皇城内的杀阵，调动了众生之力，增幅体内龙气。一条100余米的金色巨龙在半空中显形。10号利用黄道龙气召唤出了10国祖龙。在这条金色巨龙面前，尊者的力量不值一提。3位尊者被10号彻底斩杀。临死前，他们只留下无尽的恐惧与悔恨。10国祖龙虽然强大，却也存在使用限制，那就是他只有在皇气最为浓郁的皇宫，才能发挥出最强战力。一旦出了10国皇都，10号便是无法将金龙召唤而出。此战之后，10号之名震慑3教。很长一段时间内，3教虽然背地里小动作不断，却也不敢再来10国与10号正面碰撞。直到10号前往不老山寻找父母，他才与3教再次有了交集。这次10号没有主场优势，不过他有着小塔相助，也是将不老山闹得个天翻地覆，更是解封了被不老山封印无尽岁月的不灭生灵。至于3教的后续，直到10号准备前往上界的前夕，他们才迎来最终的结局。10号担心在他离开后，3教继续祸乱下界，担心3教会对10国进行无底线的报复，于是他以一己之力掀翻了补天教、不老山以及宁金门的山门。就这样，在下界传承了无尽岁月的3教，被10号彻底斩断了根基，落得宗门覆灭的结局，下场凄凉。这里要说明一下，被10号掀翻山门、斩断根基的宗门，只是补天教、不老山、宁金门在下界的传承，他们在上界的道途依旧在延续。